用100期视频讲解全部1376款红白机游戏。大家好，我是雷文，欢迎收看红白机游戏终极鉴赏系列，今天是第40期。上一期的开头有聊到小时候换卡的话题，要是深入聊下去能聊很久。这种方式基本要建立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当然这种等价其实是双方心里的一种认同。我自己最早也有一张4合1的卡带，4个游戏是忍者神龟2、双截龙3、超级魂斗罗和大蜜蜂。因为有个大蜜蜂，在换卡时时常被当成缺陷，成了别人讨价还价的资本。如果要换一张老4强，还显得稍微有点高攀了。也有关系比较好的直接借卡，印象中如果是定好具体时间的话，一般能正常归还。要是对方说通关了再还给你，那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有可能他一辈子都通不了关。我那张4合1也不记得是借给谁了，到现在一直没有还给我。今天咱们接着看88年8月发布的游戏。任天堂战争游戏原名是 Famicom Wars， 由任天堂和 Intelligent Systems 开发的一款战争模拟游戏，此后也形成了一个战争游戏的系列。本作当中是红星和蓝月两方势力之间的战争，一开始的界面在2个势力之间选择，还可以设置是否打开动画，这里是指占领和运输的动画， BGM 的类型和电脑的 IQ。IQ100 和200的区别主要是伤害的加成。之后选择地图，有15张可选地图，如果通过了全部15张地图，就会出现最终的地图。红蓝两方有不同的最终地图。进入地图后，回合制的形式，双方轮流行动，在游戏内显示为天数，全灭敌军或占领敌方的基地即为获胜。每回合开始获得一定数量的钱，用这些钱可以生产不同类型的单位，也用于后面的回合进行补给。通过占领地图上的设施，包括城市、机场、港口，能增加每回合的收入。占领敌方的设施还可以减少对方的收益。只有步兵能占领设施，而且部队的人数越少，占领设施所需的回合数就越多。如果占领的过程因移动或被消灭而中断，下次就得重新开始。本作共有16种单位，步兵有普通步兵和战斗工兵2种，地面部队有补给车、装甲车、坦克、高射炮、防空导弹等8种，空中单位运输机、轰炸机、战斗机等4种和2种海上单位。不同兵种的生产价格不同，都有各自的属性特点和用途，之间也存在克制关系。大致是装甲车克步兵，坦克克装甲车，轰炸机克坦克，战斗机克轰炸机，高射炮和防空导弹克战斗机。2个部队战斗时有战斗的动画，初始部队生命数都是10，有接触后的直接攻击和火炮、防空导弹这类的间接攻击，每次攻击或反击时消耗1点弹药。部队移动还要消耗燃料，因此补给也是游戏里的重要环节。此外还能让步兵登上可运输的单位，残余部队进行合并等操作。作为一款经典的回合制战争游戏，完成度相当高，设计框架也被用到后来的火纹当中。系统比较容易上手，卡通的画风能让更多的人接受。基于可生产单位的规则，每个地图的游戏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不能跳过战斗的动画和电脑的思考时间，更是拖慢了游戏的节奏。如果现在想要好好体验这部作品，需要很大的耐心，兵种的平衡性上稍有欠缺，个人评价4颗星。最后冲刺，这是南梦宫的一款赛车竞速游戏，最早1987年发行了街机版。街机版可以最多8人同时游戏，在当时被认为是一项革命性的功能。红白机和 PCE 平台都有移植版本，红白机版的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游戏主打的是对战，有多种模式。在锦标赛模式中，可以设置4到8人游戏，2-2对战的淘汰赛形式。在2P 的双人游戏里，又分为新手和专家2个模式。1P 单人游戏时，练习赛可以在8个不同的赛道中任意选择进行练习。单人比赛模式相当于故事模式，赢得20场即可通关。在这个模式下，能分配车辆的性能点数，有4个属性：发动机、刹车、轮胎和氮气。一开始有6点用于分配，到后面有机会获得点数升级。来到比赛场地内，无论是什么游戏模式，画面都是上下分屏的，上屏是1P控制的蓝色赛车，
下屏的红色赛车，双人或锦标赛模式时由 2P 控制，单人游戏时由电脑控制，其他的赛车显示为绿色。操作上 A 键加速 B 键刹车，左右方向键转向，不需要手动换挡。按方向键上消耗氮气提升最大车速，画面上方的氮气量表随之减少。比赛过程中如果从后方撞击车辆会减速，但从侧面撞击不损失速度，可以充分利用这个设定与对手对抗。这部作品和任天堂早期的 F1 赛车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但偏重于对战，操作很好上手。单人游戏时屏幕下方被占用显得很多余，虽然有车辆参数的调整，但整体的内容还是比较单调，个人评价3颗星。胜者杯足球赛 Data East 发布的一款足球游戏，如果抛开足球小将这个模拟类的足球系列，这是红白机上的第3款足球游戏，有单人模式和双人对战，8个可选的国家队，选定球队后还能选择阵型，有6种预设好的阵型，根据阵型的设置和球员出场时的人数，显示有11个人，但实际到了比赛场地内并没有那么多的人，所以不知道怎么和设置的阵型对应。操作上和其他的足球游戏有比较大的区别，在进攻时踢球只有一个 A 键，不管是射门还是传球，结合人物前方的一个方向引导的小圆点控制踢球的方向，快速反复按 A 键能增加踢球的力度，快速连按 B 键则是加速。防守时可以使用铲球，守门员也可以手动控制。罚点球时视角变成从罚球队员的身后显示效果在当时看来相当的好，不过守门员的移动和跳跃力过于强大了。中场休息有啦啦队的表演。单人模式里击败其他的7个国家夺得冠军。很奇葩的一个设计是电脑的控制下，美国队实力最强，从强到弱排列下来，依次是美国、阿根廷、英国、韩国、法国、巴西、西德，最弱的是日本。这款足球游戏乍看之下会觉得还不错，但独特的操作玩起来体验并不太好，踢球只有一个按键，很难控制。国家队的实力强弱不知道是怎么来的，个人评价2星半。不如归，这是艾瑞姆针对红白机开发的一款以日本战国为题材的战略模拟作品。在光荣的信长野望推出之后，很多的厂商也都在尝试这类的游戏。进入游戏后，日本地图被划分成40块，每一块都由一个大名统治，选择其中的一个，接着给大名分配10点能力点数，有4项属性。第一个作战，影响野战中的阵型效果和攻城战的攻击力；第二个战斗，影响野战的攻击和防御力和攻城战的防御；政治，影响战略的效率和抵御敌方战略的能力；最后一个魅力，影响招募家臣和维持忠诚度。游戏内的时间是从1555年开始，战略以1年为一个回合，但每回合要分阶段执行多个操作，顺序是按照画面右下方一横排的汉字图标依次执行。首先是金字，花钱提升我方或降低敌方的石膏数；第二个税就是收税，分成1到6级，收税过高可能导致叛乱；第三个移是在自己的领土内移动武将；第4个战就是发动战争，其他势力在这个阶段也可以发动攻击；第5个政相当于谋略，可以和其他的势力联姻，派忍者执行包括暗杀在内的各种破坏任务，因为有能支配其他大名的设定，还能执行降服、谋反，还有拉拢敌方武将、给予官位等等。之后会重复2次移动和战斗的阶段，第3次的移动和战斗在冬季进行，下大雪的地方不能出兵和移动。最后一个备是进行军备，可以招募武将、征税、强化城、购买铁炮。按照以上的阶段每年循环执行。在战斗的部分分成野战和攻城战2种。攻城战当中有3个指令选项，攻击兵粮不消耗兵力，但只能执行1次；第二个立功消耗兵力，可以多次执行；最后一个指令是派遣使者谈判。当进攻敌方势力时，如果兵力低于一定的数量，就会从野战开始，这时依靠士气决定胜负，从冲锋、夹击、包围、奇袭4种阵型当中选择一种战斗，
战斗中也是选择指令，有守望、前进、铁炮、翼剑和撤退5项。野战获胜后再转入攻城战。整个的系统在战略游戏中算是比较简化的，特别是战斗的部分，可操作的不多，属于入门级的作品。由于缺乏剧本，开始是1555年，所以一些人物的年龄和领地与历史不符。安排1555年这个起始时间，据说是因为设计者很喜欢斋藤道三，想给他一个统一天下的机会。这部作品中也有些战国策略类游戏首创的内容，像是官位系统，还有大名之间的从属关系，算是一部可玩之作。游戏评价3颗星。Konami 网球，科乐美在磁碟机上发行了一款网球游戏，有3种可选模式。第一个锦标赛模式，进入后在8支不同的队伍当中选择，每个队伍里都有4名选手，名字和头像都不同，有男有女。游戏说明里提到每个选手的能力有区别，实际上好像看不太出来。选好队伍后，再选择1名球员代表该队比赛，8支队伍进行淘汰赛，争夺冠军。比赛时的操作方式和任天堂网球一样，方向键控制人物移动， A 键击球， B 键高吊球。特殊的是发球时有一个放大的特写动画，展示人物发球的动作，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放大动画里都没有真正打到球上。人物在挥拍击球时是站定不能移动的，在击球时实际的击球点和画面中展现的似乎也有些偏差。获得比赛的胜利能让球员的等级成长，不同的球员也有不同的成长属性。在 Exciting 的模式里，和其他科乐美体育游戏类似，能用别的玩家保存的角色数据进行对战。这个网球游戏和最早的任天堂网球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多了球队和人物的数据，增加了比赛模式，但操作上要差一些，总体素质一般。游戏评价2星半。弹王子2向创造出发。继上一期介绍的弹王子迷宫的复活之后，这里接着又来了一部该系列的作品，这是红白机上的第3部。游戏的命名从这开始已经混乱了，到这一作为止的几部作品都还是以 Eggland 弹王子命名。红白机上的这个系列后面还有几座，后面的作品则使用了罗罗大冒险的命名。本作是一个专门针对磁碟机发布的覆盖写入版本，系统玩法和之前的作品没有区别，在上一期和第18期都有介绍，这里就不再重复。这一部里的关卡房间数量是50个，不少房间都是直接用了第1部作品里的内容。这里的房间都是独立的，没有门，不再像之前那样连成一个迷宫，在房间内获得钥匙后即为完成关卡，自动进入下个房间，因此是完全线性的流程。另外在开始界面多了一个 Construction 的建造模式，能够创建自定义的关卡。本质上这算是一个资料片的形式，除了建造模式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个人评价2颗星。超级弹珠台，由椰子娱乐发布的一款桌面打弹珠的游戏。这家公司的代表作是博兴哥游戏博兴夫君系列，之前也介绍过其中的一款。游戏开始时的弹球小人长得和博兴夫君还有几分相似。这部作品支持最多4人对战，但只能轮流游玩，并且号称融入了麻将的元素。在一开始会展现一排麻将，并且已经听牌，胡牌所需的会单独展示出来，目标是要在弹珠台里击中它。比如这里的画面显示需要一个2筒，那么就要在打弹珠时击中2筒。来到打弹珠的界面，弹珠台被分成了上、中、下3个屏幕。从中间的部分开始，方向键控制左挡板， B 键控制右挡板和发射弹球。这里也和任天堂的弹珠台游戏一样，会打出一些特殊的奖励，比如球来到右侧的槽内，启动下方的老虎机。3张图片一样，2个挡板之间会多出一个圆形的挡块，将左上方 CAR 3个字母变成一个颜色，两侧会增加挡块。想要击中目标的麻将牌，首先要把弹珠通过特定的通道打到上方屏幕的部分。在这个画面的顶部有一个 Open 的大门，达成条件解锁，大门打开，
将球打进去就会传送到单独的隐藏屏幕。游戏里共有4个不同的隐藏屏幕，随机到达其中的一个，在隐藏屏幕中再次进入传送点，来到下一个隐藏屏幕，继续击打弹球，达成条件后就会出现麻将，击中麻将达成胡牌，本局结束。后面还有一个福利画面。麻将元素实际上只是一个噱头，它还是一个打弹珠的游戏，7个不同的屏幕，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达成不同的条件也有特殊奖励。但弹珠台游戏最基本的对于弹球弹动以及击打和反弹后的轨迹模拟做得相当糟糕，球的移动和认知的常识有明显的差异，给人一种很假的感觉。而且即便它停下来也会在那里不停地抖动。2个挡板设计的偏短，并不好使用，个人评价2颗星。超级羽毛球由 Web 发布在红白机上的作品，这也是红白机上第一款羽毛球游戏。开始选项有4个 court， 指的是4种不同的比赛场地，前2个是室内场地，后2种在室外。不同的场地只是背景的区别，对比赛参数没有影响。接着选择单人模式、双人对战或者2人双打对战电脑，再选择男孩还是女孩。男孩比赛是15分制，女孩11分制。男子比赛的速度要更快。最后选择对手所代表的国家。单人模式里，玩家扮演日本队。来到比赛的场地，视角从一个赛场的侧面显示，方向键控制人物移动，按 A 键挥拍击球，击球的质量取决于挥拍的时机。羽毛球在场地上来回飞行时，地面上同步显示一个投影，根据它来判断球的落点。按 B 键是跳跃，跳跃后按 A 键能实现扣杀，但需要掌握好时机才能发动。这个操作并不容易实现。由于是80年代的羽毛球游戏，当时的比赛还遵循着发球得分制，而不是直接得分制。只有掌握发球权的一方赢得1球才能得分，接发球的一方赢得1球后是夺得发球权。看起来是一个轻松的游戏，但实际相当难上手，击球的时机很不好把握，一开始经常会打不到球，即便熟悉之后能正常回球了，也还是很难从电脑那里得分。往前扣杀是得分的好机会，但这样的情况很少。和电脑比赛被剃光头属于正常的表现，双人游戏时会比较有趣。个人评价2星半。乌龟报恩，哈德森的一款作品，结合了动作射击和飞行射击2种形式，先后发行了日版和美版卡带。日版是基于浦岛太郎的民间故事改编，时间是在科幻的未来，主角浦岛健是浦岛太郎的后裔，拥有超自然的力量。有一天他看到海面变红，救下一只被螃蟹袭击的乌龟。龙宫王国请求主角帮助击败机械兽帝国，并拯救公主乙姬18世。美版里砍掉了浦岛太郎的故事内容，直接描述为主角阿波罗要击败外星机械并拯救公主。游戏的一开始是横版平台的场景，消灭敌人掉落2种字母道具， L 是回复生命值， E 是能量道具，相当于游戏里的金钱，积累的数量显示在右上方。进入场景中的门或者一些隐藏的入口后，来到单独的房间，这里的内容比较丰富，可以获得一些信息或者玩迷你小游戏，还有类似商店的地方能购买攻击武器和特殊能力的物品。当通过特定的隐藏入口进入一个有石像的房间，在这里击败石像得到1颗五角星，然后就能进入本关的机械城堡区域。这是一个小型的迷宫，也有单独的房间可以进入。乘上一个飞行装置后，变成横版飞行射击的形式，可以发射子弹和向地面扔炸弹，但炸弹的作用并不大。场景里2种道具， S 提升移动速度， P 升级子弹的威力。一小段场景后出现2个门的选择，选择正确的门才能到达后面的内容。再推进一段后见到本关的 BOSS， 消灭 BOSS 救出这个岛屿的公主，并进入下一关。来到偶数的关卡，直接变成横版射击的形式，卷轴强制滚动。这类关卡比较短，末尾也有一个 BOSS。 总共有11个关卡，按照以上的模式循环，完成前10个关卡，救出5个不同岛屿的公主。横版动作的部分能获得的攻击武器有5种，而且都能强化1次，但购买后就得将老的武器替换掉。除了开始的武器，
还有章鱼球、水母球、海蛇球和终极激光。特殊能力的道具有增加跳跃力和减缓下落速度的飞鱼翼，创造一个镜像分身的海桥镜子和短暂无敌的道具。飞行射击的关卡里，每关开始的攻击能力都会被重置，根据所乘的载具不同，武器强化后的效果也不一样。来到最后一关的机械城堡，按照之前的动作模式进行一段后，面对最终的 BOSS 机械皇帝哥鲁扎，消灭他后还没有结束，驾驶飞船摧毁超巨型宇宙战舰，这时是一个伪 3D 的射击形式。日版通关后得到一个宝箱，根据选择不同的用途决定3种不同的结局。这部作品从内容上看还是很丰富的，多种元素相结合，基础水平是不错的。到红白机的中后期，这种形式的游戏逐渐多了起来。如果把它和同档次的这类作品拿来比较，它就没有那么突出了，各个环节的设计都差了点意思，动作平台的关卡没有什么亮点，武器的强制替换比较讨厌，横版设计的部分重复性也比较高，个人评价3颗星。伊苏，法老控著名的动作角色扮演系列，本作是系列的第一部，1987年首先登陆了 PC88， 紧接着在几个电脑平台的端口移植，之后又有数量众多的不同版本。红白机的移植版由剑舞胜利发布，相比原版改动较大，在场景、地图和迷宫的设计上都进行了修改，故事内容也有些许的变化，还替换了部分音乐。主角红发男孩阿多尔·克里斯汀是一个具有冒险精神的年轻战士，他来到名为埃斯特里亚的岛屿，这里正在被巨大的邪恶力量侵袭。阿多尔要找到伊苏的6本书，这些书包含了古地的历史和击败邪恶势力所需的知识。开始在城镇内，进入房间后有些类似冒险游戏的界面，左侧显示图片，右侧是文字对话和选项，可以先购买一部分装备。本作可装备的类型包括剑、盾牌、盔甲和戒指。戒指主要是攻击防御加倍这类特殊的效果，但在面对 BOSS 时是无效的。画面下方展示人物的血量、经验值、金钱等信息。在大地图上遇到四处游荡的怪物，战斗是计时制的，人物没有攻击动作，通过撞击敌人进行战斗。在设计上，从敌人的侧面或者后方进行攻击，主角可以不受伤害，但红白机的版本里很多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机会，正面和敌人直接对撞会给主角造成不小的伤害，但如果错开半个身位就会有很好的效果。在面对众多敌人的时候也得讲究策略，避免被包围。回复生命的方式除了在城镇内治愈和使用回复的物品，站在原地也可以缓慢回复，但在地牢里得装备回复戒指才能实现。面对 BOSS 同样是无效的，因为基于原版进行了很多的修改，针对这些改动评价也是褒贬不一。红白机的版本难度是比较高的，特别是在地牢迷宫的场景里有很多空间狭小的地方，中间还有一段只能看见人物周围的环境，地形对战斗有比较大的影响， BOSS 的难度也很高。另外无意义的解谜内容也是被批评的部分，一般中后期能升到顶级，此时人物的 HP 是255，经验值是65535，后面的部分更像是一个动作游戏。虽然红白机版本有些问题，但基于原版的世界观、画面和音乐，这仍然是一个素质上乘的作品。只不过现在有了很多的选择，这个版本的游玩价值就降低了。个人评价3星半。电视问答游戏《危险边缘》。《危险边缘》是美国一档著名的电视问答节目，从1964年开始播出，多年来一直经久不衰，持续至今。同时也衍生出其他的周边产品，电子游戏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一个游戏系列，仅在红白机上就出了4部作品，本作是第一部，只有美版，由 Rare 开发， GameTek 发行。游戏的规则基于电视节目设计，3名选手一起参加问答，一开始选择玩家人数，可以都是玩家，也可以是玩家对电脑，再选择难度级别并给自己起名，接着在预设好的人物图像里选一个开始问答。每一轮开始时会展示6个类别，每个类别包含5个问题，玩家需要选择类别和相应的金额，金额越高，对应的问题难度就越大。接着屏幕上会出现题目的内容，
右下角有一个倒计时，这个时候可以按键抢答。如果是玩家回答，在画面中选择字母拼写出答案，如果答对获得对应的金额，答错的话扣除相应的钱。积累的金额会显示在人物的下方，回答正确的选手接着选择下一个问题的类型和金额。上一题如果答错的话，会随机出现下一个问题。如果显示的问题在倒计时内没有人作答，下方自动出现答案。在完成了2轮问答游戏后，来到最终的问答环节，在这个环节可以选择任意的金额压在最后一题上，结束时金额最多的选手获胜。这部作品能比较好的再现电视节目的体验，问题的类别和数量也很丰富，做成电子游戏的形式还是很合适的。但这类节目在国内并不流行，游戏里的很多题目也不太适合我们，个人评价2颗星。幸运轮盘，这也是一款基于电视节目改编的游戏。电视节目从1975年开始播出，和《危险边缘》是同一个制作人，叫梅尔夫·格里芬。游戏同样是 Rare 开发 ，GameTek 发行，红白机上也有好几个版本。游戏开始也是选择玩家人数、难度级别、起名字，同样是3个参赛者，他们要轮流转动一个游乐场的转盘，看指针会停在哪里。大部分是不同的金额，另外有3个特别的，分别是 M 失去1次机会，加号获得免费转动的机会， B 是破产，失去1次转动机会，同时损失当前的资金。旋转到某个金额之后，选手选择一个字母，看看它是否包含在单词的谜题中。如果字母被包含在内，那么这个字母将会被翻开显示，同时选手能获得转盘上对应的金额。如果选择的这个字母在谜题里有多个，选手得到的金额数就乘以该字母的个数。如果选择的字母不在谜题内，则不能获得对应的金额。猜中字母的选手可以继续转动轮盘，如果没有猜中，轮到下一个选手。玩家还可以购买一个字母，或者当翻开的提示足够时，可以尝试解开单词的谜题。成功的猜出正确的单词或短语，选手将获得轮盘中该回合所有积累的奖金。第3轮是加速轮次，开始时从轮盘中转动获得一个固定的金额，然后就不再旋转轮盘，以固定的金额选手轮流猜字母，和上面一样，猜中获得金额并继续。每次猜完字母还得尝试解开谜题，在这个模式下基本上得累计几次之后才能猜中。最后一个环节，在前面累计总金额最高的选手将进入大奖环节，可以选择包括保时捷跑车、游艇、豪华旅行在内的大奖，接着进行最终的猜词解谜，直接选择5个字母包含在内的翻开，这时解开谜题的话就能获得大奖。和上一款游戏一样，本作很好的再现了电视节目的体验，也很适合做成游戏。猜谜是英文的，不过对我们来说比刚才的问答要好理解一些，个人评价2星半。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喜欢，还请多多支持，咱们下期再见。